大家好，我是光哥。简简单单的西红柿鸡蛋汤，还是有很多朋友做不好。做出来的西红柿鸡蛋汤，汤汤水水，一点都不好喝。今天有时间，我就把详细的方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2个稍微大一点的西红柿，打上14发刀。其实挑选西红柿也是有技巧的，是分为2种，有一种是混西红柿，有一种是沙西红柿。做汤我们一定要挑选这种混西红柿，这样做出来的汤汁才更加的浓稠。我们把西红柿全部处理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一步的目的是我们要把西红柿去掉外皮，放在准备好的大碗中，接着往碗中加入101度的开水。我们要用滚烫的开水把西红柿表面烫一下，这样方便去除西红柿的外皮。我们一定要翻动一下，使西红柿受热均匀，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往碗中打入几个鸡蛋，有条件的我们一定要挑选土鸡蛋，因为土鸡蛋的营养更加的丰富。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搅拌鸡蛋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朝太阳下山的方向搅拌，能够搅拌得更均匀一些，像视频中这样，大约搅拌2分钟左右。搅拌至用筷子挑不起来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根小孩喜欢吃的火腿肠，去掉包装以后，我们再把火腿肠对半切开。接下来我们再把火腿肠切成薄片，这里我们千万不能切太厚，大约在1个硬币的厚度就差不多了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着我们再准备1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葱。首先我们要把葱白和葱叶分开切，我们把葱白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。接下来我们再把剩下的葱叶同样也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1小块去皮的老姜。首先把老姜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小条，最后全部切成小丁。老姜有增加食欲的作用，做汤类我们都要放一些老姜。接下来准备几颗清洗干净的小白菜，我们把小白菜切成大约1公分左右的小长块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现在的西红柿也已经浸泡好了。我们用勺子把西红柿全部捞出来，然后很轻松的就把外皮全部撕下来了。西红柿皮不是不能吃，而是放在汤里面的话会影响整道菜的美观，因为西红柿皮比较硬，总是煮不烂。全部处理完之后，我们再把西红柿对半切开，然后把中间的硬心切下来，因为硬心比较硬，放在一起的话会影响口感。接着我们把西红柿切成薄片，这里我们尽量的切薄一些，然后再切成小丁。丁我们也要切小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切好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。下来再准备一个小碗，往碗中加入1大勺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。我们来调个水淀粉，加入1小半碗的清水，用勺子充分的搅拌一下，充分的使所有的淀粉完全溶解在水里面，这就是所谓的水淀粉。我们开始制作，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油温烧热以后，我们再把切好的西红柿倒在锅中。我们要提前把西红柿的水分炒干，这个过程大约在2分钟左右。然后我们再加入1勺食盐，
加入食盐，西红柿更容易炒出汤汁，这也是放电不外传的小技巧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西红柿慢慢的炒出了汤汁，而且这个时候的汤汁也非常的浓稠。接下来把切好的葱姜也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把葱姜炒出香味。接着往锅中倒入1大碗的温水，温水的量我们一定要稍微的多一些，中途我们是不要加水的。然后开大火把里面的水烧开，然后用勺子把飘起来的油沫子全部捞干净，这样我们在喝的时候就不会油腻。接着把火腿肠也倒在锅中，接下来我们再加入1大勺的鸡精调味，其他什么调味料就不需要了，我们吃的就是食材的本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啦，借您花菜的小鼠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。接下来我们就把雪淀粉少量多次的倒在锅中，这里我们千万不能一股脑的全倒下去了，每倒下去一次我们就用勺子推动一下，这样可以防止雪淀粉粘锅结坨。根据自己的喜好，喜欢喝浓稠一点的我们就多加一些雪淀粉，喜欢喝稀一点的我们就不要加那么多。接着把准备好的鸡蛋液也倒在锅中，倒鸡蛋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像视频中这样转着圈呈线状倒入，这样做出来的蛋花才更加的漂亮。用勺子稍微的推动一下，使鸡蛋受液均匀。鸡蛋比较容易熟，我们煮制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，大约在10秒左右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们把准备好的白菜梗全部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把白菜梗稍微的煮一下，白菜梗比较容易熟，稍微的煮个10秒左右就差不多了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西红柿鸡蛋汤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，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最后把切好的葱花全部加在碗中，这样可以增加西红柿大汤的香味，同时还可以点缀一下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